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文件的操作呢，那么我们翻回头来说一个这个 Telnet 的配置啊，也是我们本章节的最后一个内容。我们之前呢在说连接到一个设备上去进行配置有两种方式。我们第一次连接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连接到一个这个通过 console 线啊连接进去。那么我们当通过 console 线连接进去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看到的那个页面。一直我们看到那个页面其实就是 console 线连接进去的。那么当我们通过 console 线连接进去以后，我们可以在上面配一些 IP 配一些 IP 地址配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在刚才也看到了配置了很多的东西，可以上传下载文件。那么我们不能每一次配置都去那儿去配都拿着 console 线跑到机房去做。那么我们更多的时间是用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用远程的一些操作来进行这个配置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设备上来说远程的操作，多数情况下我们用到的是 Telnet。我们多数情况下用到的是 Telnet。那么对于 Telnet 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基于 TCP 的一个协议我们之前谈到过应用层协议的时候谈到了 Telnet 是一个基于 TCP 的东西。那么在基于 TCP 的时候，你这个设备一旦配了 IP 地址，是不是你一旦放到你的网络里面，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访问这个设备了？那么你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去配置这台设备，而只有管理员才能配置，那怎么办？所以说 Telnet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用户名密码，或者说只给一个密码。Telnet 可以提供这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既要用户名又要密码。第二种方式只要密码不要用户名。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两种方式密码都是需要去配置的，而且你的第一次配置，你的这个IP 地址也是需要去配置的。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次通过 console 线进去以后，我们需要进行哪些东西的配置？配置完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执行 Telnet 远程的操控和管理呢？下边我们来看 Telnet 的配置。好，那么这一段呢，给出了一个 Telnet 的配置。首先，你要进到设备里面去进到一个接口上去给这个接口配置一个 IP 地址这个都很简单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在配置这个 FTP 和 TFTP 的时候，已经有了 IP 地址的配置。IP 地址的配置，希望大家后期多去练习一下，这个是最基本的配置了。做完这些以后，注意，我们要进到先退出来，退出到这个系统模式，然后使用 User Interface 这条命令。User Interface 这条命令呢，是告诉我们进入到一个用户接口模式。这个用户接口 User Interface 就是用来传递我们的管理命令的。User Interface 通常我们会有两种，一种呢叫做 Console， 就是 CON，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Console。第二种就是我们的 VTY， 我们的远程管理 Telnet， 甚至于包括我们在后期就是在 P 级课程里面我们会谈到的这个 SSH 这两种方式的登录，都是用到了 VTY 的这个 User Interface 或者叫做 UI。好，那么后边的这个0和4是什么意思呢？这个0和4呢是线路编号它叫做线路编号。这个0、4其实代表的是从0到4，也就是0、1、2、3、4这5条线路。也就是说，这个设备你在这样做完了以后，可以有5个人同时登录到这个设备上去完成一个配置。当然了，你说5个人一块儿配，谁先谁后呢？谁最后敲那条命令，谁的那条命令生效。好，你进到这个 UI VTY， 看这儿告诉你了是0到4。进到这个里边去以后，你去配置一个什么东西呢？ Authentication Mode 认证模式。如果你在这儿写 password， 那么就说明这个 Telnet 是只要密码，不要用户名的。然后这个有些版本里边有些 VRP 的版本里边，那么它要求你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来设定你的密码。而在我们的模拟器上是不需要写这条命令的，直接它就会问你要一个密码。我们来看，好，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路由器上面先进到系统模式下，然后 Interface 我们哪个接口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随便找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啊，就还用这个 G 0-0-0这个接口啊 ，GE 0-0这个接口。好 ，G 0-0-0啊这个接口，使用这个接口以后，然后 IP address 10.1.1.2，255.255.255.0，就是好这个地方啊，它会告诉你这个端口已经被配置过了，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已经配置过一遍了这个端口。好，配置完这个以后，我们继续来看。好，退出去，接口命令已经配置完成了，那么就退出去。退出去以后，然后 user interface， 啊，我们有 user interface 这条命令，然后打问号，你可以看到有 console， 有 VTY， 还有一些其他的啊，这个你不用管它了。我们一般就用 console 和 VTY， 其实呢，更多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 VTY， 然后0-4，就是0到4，最多有多少呢？我们打问号看一下。1到4，这个设备就支持4个啊，就是支持5个0到4。那么有些设备啊，它其实是支持多少个呢？有些设备支持，比如说16个0到15，啊，有这样的设备，有支持0到7的，不一样啊，设备级别不一样，那么它支持的用户的模式也不一样啊，数量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在这儿写0到4回车，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用户配置的这个模式下去啊，用户的这个模式下，然后在这儿。我们首先第一条命令 authentication mode， 在这儿你可以选择几个，第一个 password 就是只要密码不要用户名，第二个 3A 是什么呢？ 3A 就是从 3A 获取认证。那么 3A 里边刚才我们在做这个 FTP 的时候看到啊，我们做 FTP 的时候可以看到有用户名有密码的，这个一会儿我们来做。我们先来做 password， 我只要一个密码，然后回车，系统会自动提示要求你输入一个不大于最大16位，或者说最多16个字符的一个密码。好，我们在这儿写1、2、3、4、5、6，回车。这样做完了就可以了啊。我们 display this 来看一下当前模式下配置了哪些东西 ：authentication mode password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然后这一大堆就是我们的1、2、3、4、5、6啊，这个你不用管它。好了，这个东西写完了，写完了以后，这就没什么大事了。那么，然后我们可以去 telnet 它。好，那么我们来用我们的这个地方 telnet 10.1.1.2， 注意，在我的 PC 上去 telnet 这个telnet 这个 IP 地址。同样 telnet 这个测试也只能用桥接的方式来完成，而不能用这台PC 啊，这个 PC 上面是没有 telnet 命令的，大家不用去试了。好，你 telnet 这个回车进去，你看它跟你要密码1、2、3、4、5、6，回车进到 router 1里边去。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在 display users， 你会发现根本没有 display 后面只有这一个功能，这是为什么？哎，这个很奇怪啊！我们平时有很多 display 的，那我们写一个 clock clock date time 也没有，哎，这奇怪了。我们说用户模式下是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 display 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完成 clock set 这样的这个设定时钟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你看在这儿它没有了，为什么？注意。如果你只在路由器上做了密码要求和这个设定了密码的以后，那么对于路由器来说，它给用户分了等级，等级是从0到15。那么对于这个用户等级来说，注意啊，0级是默认等级，也就是说它叫做参观者 visitor。你什么都不能干，你只能登上来看一眼，啊，甚至于你 display 的命令大部分都不能用。然后3级到15级，3到15这些等级都叫做管理员级，你可以配置一些命令，你可以有一些命令可以操作了。所以说，在这儿你必须再写另外一条命令，啊，就是我们片子上给出的这个 user privilege level 3，这个地方3到15任意选。一般的情况下，要么我们选3，要么我们选15，其他的中间值一般我们不选。好，
user privilege level 3啊，或者我写个15吧，一样啊，片子上写的是3，我们这儿写15，没问题。好，那么做完这个以后呢，我们要把它退出去啊 ，quit， 你要重新登录才能激活这个东西才能生效啊。好，我们继续 telnet 10.1.1.2， 密码123456。这个时候我再写 clock date time， 你看能写了啊，这个时候它能写了，这就说明我们的等级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来看 display users， 哎，这个时候你看刚才我们 display users 啊，在这儿的时候，它告诉你我是在 console 上，这个加号呢在 CON0， 这叫 console 线。而现在我由于是 telnet 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改成了加号写在了 VTY0啊，前面这个数值你不用管它 VTY0。那么这个 VTY0 就是说你是第一条 telnet 的线路，第一个 telnet 的用户。看这儿的类型 tel 就是 telnet， 然后我的主机 IP 是多少 10.1.1.1 10.1.1.1啊，这是我的主机 IP。然后我们可以看 display privilege user privilege 啊 user interface， 我们来看 user interface 129，这儿有2个加号，为什么这儿会有2个加号呢？因为我后台的这个地方是 console 线登录的，然后前台的这个地方啊是 VTY 就是 telnet 登录的，所以说它告诉你这2个线上都有人，然后优先级看 privilege 优先级15，啊，告诉你是15级。那么15等级15意味着这是一个这个管理员级别啊，我可以写 system view 进到配置模式下。啊，我之前在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犯过这种傻。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在这个底下写了一个认证的密码，然后我就很高兴的保存配置，然后当然 IP 地址是写了的啊，然后保存配置，把这个设备扔到机房去了。扔到机房去以后，我很高兴的 telnet 上去，然后发现能够登录没有问题。然而我在写 system view 的时候，发现我默认系统让我是0级用户，不允许配置。所以说我又没有办法拿着我的电脑又跑到机房去啊，给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user privilege 15，退出来，然后测试好了，我再回到我的办公桌上，然后再登录进去，才发现可以进行配置啊。我希望我犯过的错误大家不要再犯了。所以说配置 VTY 的时候啊 ，display this， 我们来看一下，不仅仅要写 password， 还要写一个 user privilege level， 这个东西必须大于3。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telnet 的只要密码的一种配置方式。我们把它退出去啊 ，quit， 退出去，啊 ，quit。好，我们先把它退出去。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过 telnet 这个东西还有一种方式是既要用户名又要密码。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呢？好，我们来看 还是在这个 VTY 啊，我们退出去 user interface VTY04这个模式下，然后 authentication mode， 刚才我们用的是 password， 现在我们用 AAA 回车。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认证要交由 3A 来处理。3A 在我们之前配置 FTP 的时候已经做过了，我们退出去，写 3A， 写完 3A 以后，在这儿我们来看，创建用户第一步还是创建用户 local user， 比如说我们叫做 admin， password cipher admin， 这个是用户名密码。创建了用户以后，第二个功能 local user admin， 创建完用户以后，我要告诉系统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service type telnet。 注意，这条命令是告诉系统 admin 这个用户是用来进行 telnet 管理的。然后 admin 这个用户啊，你看 local user admin， 你要给他写一个 privilege， 比如说我也写15啊 level 15。那么管理员他是15级的。3条命令啊 display this， 我们来看 local user admin privilege 15 service telnet
啊，这个其实刚好是默认就是 admin 了啊，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好 ，local user，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 local user， root 啊，管理员权限嘛，啊 ，password cipher root。local user root service type telnet local user root privilege 15啊 level 15。好，那么我们加了一个 root 啊 root 用户这3个命令，这是个15级的用户。我还可以做什么呢？我还可以给一个参观者或者给别人呢来尝试一下、测试一下的这个东西。那么我不想让你做任何配置，怎么办 ？local user 我再建一个 guest password cipher guest。好，然后 local user guest 这个用户也是用来做 telnet 的 service type telnet。local user guest privilege level 这个地方你要写0到15，我给你个0级。然后 display this 好，我们来看看，一个叫做 guest 的用户它是0级，一个叫做 root 的用户它是15级。然后我们退出去。好，那么我现在在我的 PC 上再去进行 telnet 的时候 ，telnet 10.1.1.2， 看它跟你要用户名了，不光要密码，还要用户名了。先我们用 root 密码 root 进去了，这个应该是个管理员，我们应该可以有 system view 这条命令可以进到系统模式，然后随便。比如说 interface 什么 G0-0-0啊，我们可以进到接口模式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这是一个管理员15级的权限，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退出去。如果你说这个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给别人的一些测试账号都是这个 guest， 那么好，我们再来 telnet 啊，别人不知道有 root 这个用户名密码，那么呢，他们只拿到了 guest guest 密码。guest， 哎，他也进来了。进来以后，他能不能敲 system view 呢？注意，打 tab 是补不齐的。我直接敲好进去，也告诉你没有这个命令。也就是说，它只能看有限的东西，它不能做任何的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用户级别来分别对这个设备进行一个授权和管理。啊，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权限。你像这个0级就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啊，通常我们会给一个用户啊，直接自己弄一个15级的东西进行完成操作就可以了。然后注意用户名密码啊，这个用户名密码，特别是 root 啊，像这种我们课上所谈到的什么 root 呀、admin 啊，密码是12345啊，这些东西大家在实际的工作中可千万不要用。啊，这些什么密码都是非常简单的易被猜测的密码，你相对怎么也得弄一个字母加数字的这么一个组合式的一个不太好猜的密码出来，啊，而且密码呢不建议低于6位啊，建议8位以上。好了，无论如何，那么我们的 telnet 啊，可以通过3A 的这种方式，在3A 里边建立不同的用户，来完成不同用户的级别授权。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远程管理用户所用到的啊，远程管理的时候用户所用到的一个配置叫做 telnet。啊 telnet 里面配置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要配置一个 IP 地址，让别人能够访问到你。第二个，你要在那个 user interface VTY 下面去写一个 authentication mode。如果你写 password， 那么 OK。password 就是这个你直接设定一个密码，然后大家登进来都是这个级别，你要写 privilege 多少，很明显要么就都是15级，要么都是0级，不合适。那怎么办？你可以把 authentication mode 写成3A， 在3A 里边分别建立用户啊，一个 root， 一个 guest， 然后给不同的用户分不同的权限，这样用起来效果会更好啊，对于网络来说也更安全。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啊，本章节最后一个部分说到的对于 telnet 的一个配置。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本章节结束。